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周一呢，莱维特证实，川普总统已经下令暂停了所有庇护申请的审批，此举将影响到很多的人。另外呢，英文大剧院专访了 FBI 局长 Kash Patel， 他曝光了不少外界非常感兴趣的事件的内幕。再有呢，俄乌和谈目前进入了关键期，俄军今天宣称已经攻克了要塞红军城。近期很多日本艺人在大陆的演唱会纷纷被迫取消，令人侧目。还有呢，从本周开始，一波极地斡旋南下将波及到美国东南部超过2亿人。好，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白宫推出假新闻名单，暂停庇护受理将持续很长时间。大剧院专访 FBI 局长 Kash Patel， 曝光大量执法行动细节。香港鸿福院大火夺151条人命，港府拘捕学生管控言论。日本歌星演唱会被迫取消，中共战狼手段黔驴技穷。暴雪瘫痪美国中西部，本周极地斡旋南下，2亿人受波及。撒一点就能驱赶害虫，黑胡椒竟然是花园卫士。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一，白宫推出了一个假新闻名单网站，公开那些报道虚假新闻的媒体和记者的名字。莱维特强调呢，新闻媒体应该负责任的报道。对于庇护申请，川普总统表示将暂停审批很长时间，并考虑取消有犯罪历史的入籍者的公民身份。另外，今年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白宫的圣诞装饰今天也正式亮相了，主题呢是“家是心之所在”。好，下面是本台记者任浩从华府发来的报道。周一，白宫推出了一个假新闻网站，曝光了报道假新闻的媒体和记者的名字。在简报会上，发言人莱维特说呢，这是川普总统兑现上任时的承诺，媒体必须承担虚假、歪曲报道新闻的责任。You know, the standard for journalism, unfortunately, has dropped to such a historic low in this country. And again, we deal with it every day, where you can have an anonymous source who has no idea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zero credibility, call up a reporter in Washington and say, hey, I heard this,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it's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w York Times. It's really incomprehensible. 莱维特以周末一则抹黑川普总统健康情况的报道为例。Biden is doing 100% fine after tripping while boarding Air Force One. Oh, same outlet, same reporter who wrote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not fit for the job. Are you kidding me? You all see him almost every single day. He is the most accessible president in history. He is taking meetings around the clock. 白宫还公开了3份总统的详细健康报告，显示川普总统非常健康，完全能够胜任总统的工作。在简报会上，莱维特强调，在公海被击沉的是运毒船，而川普总统已经把贩毒集团定义为境外恐怖组织，并授权战争部清剿恐怖分子。川普总统在周日返回华府的途中告诉媒体，联邦政府暂停审批庇护申请，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以此来回应2名国民卫队成员在华府遇袭事件。稍早，移民局长艾德洛宣布暂停审批所有的庇护申请，以确保对每个外国人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和筛选。川普总统还说，他想取消有犯罪历史入籍者的公民身份。Yeah, we have criminals that ca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 were naturalized maybe through Biden or somebody that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If I have the power to do it, I'm not sure that I do, but if I do, I would denaturalize absolutely. 对于移民的来源国，川普总统提到将不限于之前公布的19个关注国家，还特别强调了索马里。之前，川普总统批评索马里移民破坏明尼苏达州的社会治安，斥责从索马里移民来的明州众议员奥马尔对美国政府指手画脚。另外，川普总统确认已经跟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通了电话，但没有透露通话的内容。川普总统也否认了将攻打委内瑞拉的传言。川普总统强调，拜登执政期间，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涌入美国，其中很多是罪犯、黑帮分子，并携带了大量的毒品。
对于近期美军击沉运毒船之后的2次攻击导致2名已经丧失战斗力者死亡的消息，川普总统表示并不知情。目前不少媒体在大力炒作这件事情。民主党人称，如果属实，这是战争罪。莱维特确认，川普总统周一晚将在白宫召集部分内阁成员会面，讨论委内瑞拉事宜。白宫今年的圣诞装饰已经完成，主题是“家是心之所在”。周一，第一夫人团队发布影片，让人们先睹为快。这是梅拉尼亚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主题跟明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相呼应。今年白宫的圣诞装饰共用了75个圣诞花环、51棵圣诞树、超过2000串彩灯、7620米的缎带、2800颗金星、1万多只蝴蝶装饰，以及120磅的姜饼等等。新唐电视台记者任浩，美国华府报道。周日，川普总统在空军1号上向媒体证实，他和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确实通了电话，并要求其离开委内瑞拉。对于早前有报道称美国在9月份对一艘贩毒船只发动袭击时杀害了上面所谓的幸存者这件事呢，川普总统表示，他相信海格塞斯对事件的处理，并相信这些打击行动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证实，已经与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洛通了电话，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you had a phone call with Maduro. Did you? I don't want to comment on it. The answer is yes. And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No, about I can't it? do that. Mr. President, would you say it went well? I wouldn't say it went well or badly. It was a phone call. Yeah. 双方通话的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对马杜洛政府的施压持续升级。迈阿密先驱报报道，消息人士说，川普在通话时要求马杜洛立刻辞职并离开委内瑞拉，同时承诺提供他和亲属的安全通道，而马杜洛则要求保留军队控制权。上周六，川普总统发文说，委内瑞拉领空和周边空域应该被视为完全关闭。对于是否意味着即将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不要过度解读。根据《华盛顿邮报》上周五报道称，美国9月2日打击一艘疑似委内瑞拉贩毒船后，又进行第2次袭击，目的是执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杀死船上所有人的命令。对此，海格塞斯发文澄清说，美军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当前行动完全符合美国法律和国际法，报道的说法是捏造的、煽动性的、诋毁性的。国会2党议员周日表示，支持国会审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涉嫌走私毒品船只所发动的攻击。川普总统对此表示，他100%相信海格塞斯。Number one, I don't know that happened. And Pete said he did not want them. He didn't even know what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So we'll look into it. But no, I wouldn't have wanted that. Not a second strike. The first strike was very lethal. It was fine. And if there were 2 people around, but Pete said that didn't happen. Does that make you?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You say there's no second strike?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find out about it. But Pete said he did not order the death of those 2 men. 川普上周表示，美国很快将透过陆路和海路2种途径阻止委内瑞拉的毒品走私活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美国报道。周日，川普总统慰问了在华府枪击案中受害国民卫队成员的家人，并邀请他们到白宫表达敬意。另外呢，司法部长邦迪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批评拜登政府时期未能严格审查入境者，造成了国家安全隐患。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丹尼尔·莫纳汉的报道。No time limit, but it could be a long time. 川普总统表示，受到庇护限制的是被政府列为特别关注国的19个国家的公民。Let me just tell you something. We don't want those people. Does that make sense? You know why we don't want them? Because many have been no good, and they shouldn't be in our country. 关于可能撤销已入籍美国的人的公民身份，川普总统也给予了回复。We have criminals that ca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 were naturalized maybe through Biden or somebody that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If I have the power to do it, I'm not sure that I do, but if I do, I would denaturalize absolutely. 此前，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无限期暂停了所有的庇护申请，直到每位申请者都得到充分的审查。司法部长邦迪周日透过福克斯新闻批评欢迎行动计划的入境审查程序。华府枪击案中的阿富汗嫌犯就是通过这项计划入境的。
They did not do biometrics. They did not do social media. They did very little, if minimal, vetting on all of these people. And now to take a step back, we have a 1.5 million backlog of people that have come into our country. We know that this shooter who shot our National Guardsman in D.C. the day before Thanksgiving, he was radicalized. You're going to hear a lot more about that. And these people should not have been in our country. 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这名嫌犯2021年入境时没有经过完整审查，他在2025年4月获得庇护。The vetting process, Kristen, happens when the person comes into the country, and Joe Biden completely did not vet any of these individuals, did not vet this individual, waited until he go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ibility. 周日，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和2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父母通了话，并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I've already suggested it. I said, when you're ready, because that's a tough thing,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We're going to honor Sarah. And likewise with Andrew, recover or not, we're going to honor. 西维吉尼亚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莎拉·贝克斯特罗姆及安德鲁·沃尔夫在感恩节前一天遭到枪击，莎拉隔天因伤去世，安德鲁仍在重症抢救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丹尼尔·莫纳汉，美国华府报道。Condition Daniel Monahan, NTD News。感谢丹尼尔的报道。日前 ，FBI 局长 Kash Patel 在接受英文大纪元资深主持人杨洁凯专访时，驳斥了媒体报道有关川普总统有意要撤换他的假消息。他还指出呢 ，FBI 在打击虐童组织、瓦解中共芬太尼供应链以及追查安提法资金网络和揭露焚烧袋文件等行动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同时 ，FBI 还在密切地监控境内外的间谍活动，保障国家安全和美国民众的利益。在受访期间，帕特尔开门见山驳斥了近期声称川普总统考虑把他撤职的媒体报道。他认为这类完全失实的报道，企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 FBI 10个月来的行动成果失去意义。I think we are executing the president's mission wildly successfully in a historic fashion. And I think when the media gets together with anonymous sources like they always do, and it gets louder and louder and louder, that just means our mi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it's ever been. One of the big targets we had for this year, obviously, was to reduce the murder rate across America. 帕特尔透露 ，FBI 即将在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美的谋杀率大幅下降了25%，是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Which is the lowest it has been in modern history. 今年，他们也加强打击犯下虐童与侵害动物等重大犯罪的764网络。Perpetrators, these criminals, were convincing children to mutilate themselves. That the number of arrests that this FBI has against 764 Network this year alone is up 490% from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That's how hard we're going after this disgusting group of individuals, these criminals, and we're not going to stop until we safeguard the online community. 他指出，2025年截至目前 ，FBI 已经协助找回了6000名失踪儿童。同样取得成绩的还包括切断芬太尼毒品供应链的行动。帕特尔说，目前已经成功阻断了13种前体化学品与7种化学物质的流通管道。That pipeline being shut off is forcing drug traffickers to scramble, which we're seeing, for alternatives. And here's the good news. They know and we know there aren't any. Remember, the problem was the production of fentanyl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President Trump successfully shut of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hered to that component. It will not be a good result, I believ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n it comes to tariffs and others. 此外，对于境内的非法外国情报活动，帕特尔指出，间谍逮捕案件增加了40%，部分涉案者来自中共、俄罗斯与伊朗，甚至已经渗透进入政府与军方体系。We are actually disrupting them. We're kicking them out of our networks. We're bringing them to trial, and we're putting them in prison. 川普总统在2021年曾2度下令解密的交火飓风文件，出现在 FBI 今年7月的一次行动中。帕特尔证实，涉及代号北极霜与交火飓风行动的约数千份文件，以及与通俄门调查相关的至今仍未对公众公开的文件，被装在准备销毁的焚烧袋中。We're going to see everything we found in that room in one way or another, be it through investigation, public trial, or disclosure to the Congress.
他称这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执法武器化与政治化行动，目的是专门针对特定政党。The American public deserves to have not only accountability but reform to make sure that never happens again. 当被问到前 FBI 局长科米在11月24日被撤销指控的法院判决时，帕特尔说，后续会披露更多资讯。I would say stay tuned for right after Thanksgiving, and you'll see multiple response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资怡美国报道。面对中共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的野心和对世界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多个国家正在加速调整战略，以避免在关键原材料、产业供应链、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上受到北京的胁迫。欧盟、印尼、德国和加拿大同时发出警讯，全球对中共影响力的反制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欧盟委员会本周将推出一系列措施，全面减少在关键原材料上对中共的高度依赖。欧盟将在周三公布新的经济安全战略草案，其中一项重点就是资源欧盟计划。欧盟官员透露，最快的解决方案是从欧盟预算中立即拨款30亿欧元，重点生产稀土和锂等关键材料。欧盟也启动了一项储备机制试点，与成员国合作，联合采购与储存关键原材料，以提升议价能力并保障供应。近期，印尼发现了一座由中共青山集团控股运营的私人机场。印尼国防部长警告，该机场长期缺乏国家监管，形同国中之国，对主权与经济安全构成威胁。青山集团在印尼的项目获得了中共“一带一路”的扶持。事件曝光后，印尼政府紧急撤销了机场许可，并表示将进一步核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当前德国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国家的政府的干预，尤其是中共。该行呼吁德国政府考虑采取关税以及降低对个别国家的高度经济依赖，改革繁琐官僚程序，降低能源成本等措施，以避免被中共长期影响。中国问题学者、加拿大作家 Charles Burton 在新书发布会上警告称，加拿大若在自然资源与商品出口上过度依赖中共，将面临北京的经济胁迫。他还批评加拿大政府在跨国镇压、外国干涉等问题上行动迟缓，使中共在加拿大的行动肆无忌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综合报道。好，来关注一下香港大火。香港鸿福苑大火到周一为止呢，证实至少有151人罹难，救援工作依然在持续。民间舆论广泛质疑港府救援不力，存在利益输送，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同时呢，港府也进一步收紧了言论空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敬峰因为公开呼吁当局对火灾展开独立调查而遭到拘捕，他已经于周一下午获释。香港警务处周一发布的现场画面显示，在公寓大楼内，部分物品已经被烧光，房间内的墙壁焦黑，家具也化为了灰烬。警方仍在搜寻鸿福苑7栋大楼内的遇难者遗骸。警方表示，部分遗骸已經燒為灰燼，最終很可能無法將所有失聯人士的遺體完整帶離現場。直至到今日下晝4點鐘，已經證實死亡嘅人數呢係一共為151名。咁而我哋都唔排除呢個數字呢可能會上升嘅。而初步係辨認咗嘅遺體呢係有104具啦，亦都有39具呢係尚待辨認嘅。以而家目前嘅進度，我期望可以喺3個禮拜之內完成我哋嘅搜查同埋搜證嘅工作。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記者會上表示，經檢測發現，火災發生時，部分建築棚架上的綠色防護網未能達到阻燃標準，已經逮捕了13名涉嫌過失致死罪的嫌犯。係嗰個火警嗰個蔓延嘅速度係唔尋常嘅，所以我哋相信呢係嗰啲嘅係保護網或者係嗰啲係發泡膠板呢，係可能咧係呢個成因。同一天，香港民眾在火災現場搭起了臨時的紀念區，大量的鮮花卡片堆積如山，有悼念者悲痛落淚。I heard some news that they have some investigation, but not like independent group for the investigation. So I think they can be quicker. They can do it faster. 心情一定係好沉重嘅。在火災發生之後，中共港府升級了對自由言論的打壓。11月29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關敬峰
因为发散传单呼吁当局对火灾展开独立调查，而遭到了港警国安处的拘捕。他在周一下午获释。关敬峰是大埔鸿福苑大火关注组的发起人之一，他呼吁民众在网上进行联署。联署在周六下午关闭前已经有超过1万人签名。目前，海外的港人也针对这起大火发起联署，向港府提出了4大诉求，包括持续支援受灾居民，确保妥善安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潜在的利益输送；重新审视工程监管制度，拒绝记其了事；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海外联署发起人之一的路易斯表示，有人被迫晋升，所以他们想把港人的声音延续下去，直至真相大白才会停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周一，俄罗斯向乌克兰第聂伯罗发射了弹道导弹，造成了4人死亡，40多人受伤。同一天，俄军还声称已经完全控制了乌东重镇红军城，但乌军并没有证实这一消息。川普总统表示，过去的1个月战争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7万人，他呼吁立即结束这场杀戮。同时川普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周二将赴莫斯科和普京会晤。周一，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第聂伯罗，造成4人丧生，40人受伤。川普总统说，过去1个月战争的死亡人数达到27000人，他认为这场杀戮该结束了。I said it was going on for 3 years, right? Didn't I say it? For 3 years I said it, so I was way ahead of schedule. But I think that there's a good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目前，美国正在分别与俄乌双方进行谈判。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周二将赴莫斯科就和平计划与普京会谈。国务卿卢比奥团队则于周日在佛州会见了乌克兰代表团，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更多进展。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人随后还与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欧盟在内的10几位欧洲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基辅希望在谈判的关键时期得到欧洲盟友的更多支持。泽连斯基表示，基辅在和平谈判中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主权，以及确保拥有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美国承诺将与俄方分享这一愿景。他同时坦言，领土争端仍然是最复杂的问题。Тому ми займаємо принципові позиції щодо санкцій, і щодо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за злочини війни, щодо юридичного статусу наших територій, які зараз займають російські окупаційні війська, і щодо російських активів, і щодо обов'язку реконструкції. Агресор повинен платити за агресію.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同一天警告说，向乌克兰施压来迫使其在和平谈判中做出让步，既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也不符合欧盟和全球整体安全的利益。I'm afraid that all the pressure will be put on the weaker side because that is the easier way to stop this war when Ukraine surrenders, but this is not in anybody's interest. 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报告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重镇红军城，以及位于哈尔科夫北部的主要防御枢纽沃夫昌斯克，但乌军没有证实这一消息。乌军前线监测组织 Deep State 周一发布的最新评估显示，俄罗斯军队11月份占领了约505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几乎是9月份占领面积的2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厚重的泥沙覆盖大地，成片的房屋倒塌，成为废墟。一场凶猛的热带风暴带来了猛烈的暴雨和致命的洪水，过去1周内重创了东南亚多个国家。截止到周一洪水已经导致1000多人伤亡，800多人失踪，数10万人流离失所。厚厚的泥沙倒塌的房屋，洪水退去后的景象满目疮痍，触目惊心。过去1周来，热带风暴席卷东南亚的多个国家，强风豪雨导致多地爆发致命洪水。有不少灾民表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Terdengar suara berbunyi apa itu, berbunyi pesawat gitulah. 随着天气好转，印尼的救援队开始搜寻罹难者遗体。截止到周一，
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共造成至少604人死亡，474人失踪，28000栋房屋受损，近30万人流离失所。Iya, tempat tinggal, tempat usaha, warung habis, nggak ada semuanya habis, nggak ada lagi, cuma bekas ini yang ditinggalin lagi。由于灾害损毁了道路，并切断了通讯线路。印尼部分地区与外界隔绝，救援人员只能通过飞机向灾民空投救援物资。在受灾同样严重的斯里兰卡，连日暴雨引发了多起山体滑坡，泛滥的河水淹没了村镇和农田。目前，该国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366人，约21.8万人被安置在临时避难所，超过2.4万名警力在营救受困民众。ඉතිහාසයේ විශාලතම සහ අභියෝගාත්මක ස්වභාවික ව්‍යසනයට බව අප දන්නවා. ඒ වගේම අප දියත් කොට ඇත්තේ මෙරට ඉතිහාසයේ අභියෝගාත්මකම ගලවා ගැනීමේ මෙහෙයුම බවත් අප දන්නවා. 斯里兰卡当局表示，全国25个行政区都受到了灾害的影响，电力、供水和通讯预计将在未来3天内逐步恢复。此外，泰国和马来西亚也遭受重创，上百人罹难。在泰国和岸市，曾经金碧辉煌的寺院，如今被泥浆和瓦砾覆盖，僧侣们忙碌着清理废墟，重建寺院。在被洪水侵袭过的市场上，不少店主大幅降价出售被浸泡过的商品，盼望人们能相互扶持，渡过难关。ก็ต่างคนก็ไม่มีใช่ไหมระบายก็ช่วยกันขายถูกๆให้เขาได้ใส่กั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周一落幕，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呢，2位保守派候选人大幅领先执政的左派候选人。其中呢，川普总统支持的资深政治人士阿斯富拉得票最多。截至到周一，在已统计的57%的选票中，洪都拉斯国民党候选人阿斯富拉的得票率为39.91%，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为39.89%，两人仅相差515票。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重建党候选人黎蒙卡达则大幅落后。这2位领先的候选人都承诺，如果当选，将断绝与中共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同时恢复与台湾建交。67岁的拉斯富拉是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过国会副议员，也是洪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的前市长。他在竞选中支持恢复与台湾邦交。阿斯富拉和保守派自由党的纳斯拉亚都承诺，如果当选将与委内瑞拉断交，并表示不承认马杜洛是总统。Por lo menos otro corte se necesitaría, porque es muy corta la ventaja que lleva ahorita el Partido Nacional contra el Partido Liberal. Bueno, ahora lo que esperamos es que el nuevo gobierno pues sea productivo para el pueblo, ¿va? Que realmente, más que todo, pues que sean honestos, ¿va? Que no vayan a comenzar a robar como los gobiernos antepasados, ¿va? 目前领先的候选人拉斯富拉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川普表示，他希望与阿斯富拉合作，对抗毒品共产主义者。根据洪都拉斯的法律规定，国家选举委员会必须在30天内正式公布大选结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将于12月3日晚10点举行点灯仪式。一颗巨大的云山上挂满了超过5万颗 LED 彩灯，光是这些灯所用的电线总长就接近5英里。洛克菲勒中心是纽约的地标景点，圣诞期间预计将吸引超过 1.25 亿名游客。而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去年节庆期间曾被评为全球最拥挤的景点之一。11月28日，欧洲空中巴士公司要求全球约6000架 A320 系列客机立即进行软件更新。空巴表示，绝大多数飞机已完成了必要的修正，并正在恢复运作。虽然一度引发大规模停飞疑虑，但多家欧洲主要航空公司称，实际受到影响的航班并不多。11月30日，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发生2辆巴士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60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是该邦近日发生的第2起重大交通意外。上周，在腾卡西地区也曾发生巴士相撞事故，导致6人死亡。感恩节周末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2》称霸北美票房。
全球票房估计达5.56亿美元，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0亿美元，将成为2025年美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影片在中国市场同样火爆，单日票房突破7亿人民币，首周末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人民币，刷新了中国进口动画片的首周末票房纪录。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周日呢，日本的老牌歌星滨崎步发布了一张照片，令人震动。他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动情地唱着，但下面竟是没有一个观众的现场。这就是中共最新的战狼手段。根据《本草纲目》中记载，马齿苋可清理血管、减缓三高、消炎抗菌；紫苏子能滋润脾肺、止咳消痰。普瑞堂第3代植物鱼油，选用产自韩国黄梅山的纯天然马齿苋与紫苏子，采用独家专利技术，从中提取欧米伽3、6、7、9，世界首创，纯度高达90%以上，具有清血、降压、消炎之功效。胶囊由天然海藻制成，100%纯素，不含任何化学成分，大人小孩都能安心使用。神传古方结善缘，普天同瑞福满堂。普瑞堂植物鱼油。欢迎回来。近日呢，中共对日本的战狼外交表演进一步升级，除了大量取消赴日本旅游的航班、禁止进口之外呢，报复手段还延烧到了娱乐圈。近期呢，多位日本艺人在中国的演唱会被迫取消。有一张老牌歌星滨崎步发布的对着空荡荡的场地演出的照片，事后发现呢，其实是彩排时的照片，但是滨崎步的演出也被取消了。另外，高市首相的支持率呢，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赢得了朝野政党和民间舆论的强力支持，显示中共已经黔驴技穷，其一系列可笑的行径呢，反而引发外界的谴责和嘲讽。综合各方报道显示，最近中共不仅暂停了引进日本电影的审批流程，还取消了多位日本艺人在北京、上海等地的20多场演唱会。其中，日本著名女歌手滨崎步原定11月29号在上海的演唱会，提前1天才接到突然的通知，要求终止演出。但面对已经搭建好的舞台、全部售罄的门票，滨崎步决定在现场没有一位观众的情况下，依然走上舞台，按照原定造型、流程与规格，坚持完成了整场演出。第2天，滨崎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空无一人的演唱会照片。他表示，虽然现场有14000个空位，但他却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歌迷们的浓浓爱意。这场演出成了他最难忘的演出之一。对此，网友纷纷留言称赞他是用爱击败了中共的无理暴政。香港影帝黄秋生也公开赞扬滨崎步是真正的艺术家。台湾高雄市长陈其迈对滨崎步的敬业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诚挚欢迎滨崎步等国际知名的艺人或团队到高雄来开演唱会。艺术文化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能够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表现，当然才会有更蓬勃的这个演唱会嘛，哈。那如果用这种粗暴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此前，在11月28号，另一位日本歌手大龟真希受邀到上海演出。当他演唱日本知名动漫《海贼王》的主题曲的时候，突然遭主办方掐断电源，现场陷入一片漆黑。随即，2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拿下了大龟真希的麦克风，并将他请下舞台。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变相的，所有东西都政治化，然后用非常卑劣的手段去羞辱别人，是完全不尊重价值观，不尊重这个人权，不尊重艺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表示，中共这种不尊重艺人的做法，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觉得这种表现的话，不能够达到目的，反而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全世界更认清中共独裁政权的真面目。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
发表了关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相关言论后，中共不断通过战狼外交、舆论战和经济胁迫等方式报复日本，试图逼迫日本政坛放下身段。但令中共出乎意料的是，日本政界高层各派系一致表态，支持高市首相的言论，不会收回任何表态。与此同时，日本的民间舆论也一边倒地力挺新首相。据最新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高达75%，已经连续2个月突破70%，反映出日本民间对中共的反感情绪异常高涨。中共它本身就是一个黑帮流氓的这么一个文化，这个党文化历来只要是一旦有了这种从上到下的一种，他要求要煽动仇恨啊，要搞起一场类似于政治运动似的。其实现在对日本这样的一种做法，已经有点接近于类似一场是小小的政治运动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综合报道。中国大陆知名的人权摄影记者、纪录片制作人杜斌，今年10月15日遭到北京警方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被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北京的顺义看守所。外界呼吁中共当局尽快放人。据维权网消息，杜斌的妹妹杜继荣日前通报，杜斌购买机票，准备10月16日飞往日本，却在10月15号被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派出所警察从租住的房间里带走。拘押的理由是所谓寻衅滋事罪，至今已关押42天。妹妹杜继荣表示，当局拒绝提供正式拘留文件，属于非法拘禁。杜斌1972年生，是摄影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早年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关注中国社会底层与弱势群体与人权受难者。2013年，杜斌发布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了中共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及上访者的酷刑迫害，并出版相关话题书籍，引发社会广泛反响。杜斌因长期记录当局敏感题材，中共已将其列入新闻黑名单。2011年起，中共外交部拒绝其工作许可，这是杜斌第3次遭非法逮捕。2013年、2022年，他都曾遭当局秘密羁押。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悦、刘芳综合报道。下面是今天的两岸扫描。近日，中国网友发帖称，上海外滩金融中心一家咖啡店推出天价咖啡，一杯手冲咖啡竟然卖到人民币12899元。该店工作人员表示，这款咖啡选用的是最佳巴拿马标王咖啡豆，全球限量仅有20公斤。但由于定价高昂，能品尝这款咖啡的人寥寥无几。但据该店工作人员透露，每个月都有固定客户下单品尝。该消息引爆网络，网民质疑，在中国经济下行之际，居然还有这么奢侈的咖啡，这到底是谁在消费呢？12月1日中午，广州珠海区工业大道北武一新村附近，一辆大货车起火，火势蔓延至数十米，形成一条火线，场面十分恐怖。据大陆媒体报道，最先有车辆发生碰撞后，有车辆的油泄漏，流至停放在旁边的电动车处，遂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导致数十辆电动车被烧毁。当地消防部门通报称，没有人员伤亡，但真实情况不明。中国大陆媒体近日报道，河南去年发现一处生产销售假奶粉的黑作坊，不法分子用奶精混合淀粉，包装成14种所谓的进口奶粉，并透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获利超过650万元。据媒体报道称，有12名涉案人员被捕，但却没有公布假奶粉的品牌名称，引发网民质疑和不满。据大陆媒体报道，11月30日清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同心路一家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发生燃爆事故，剧烈的爆炸冲击导致路边的汽车被炸飞，造成3人受伤送医。另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这家店的法人彭海勇坐在车里开直播喝毒药自杀。自杀前，他控告郴州市政府副市长彭生智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彭海勇随后在直播镜头中痛苦地死去。据社媒上热传的一份实名举报信显示，彭海勇因长期被当地官员索取财物，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以公开自杀的惨烈方式控诉中共的残暴统治。
感恩节后呢，美国中西部遭到暴雪重创，航班大量的延误，很多人的归家计划被打乱。而新一波的风暴呢和极地涡旋本周将袭击美国东岸，带来低温天气。上周末，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中西部和五大湖附近的不少地区的降雪达到1英尺，航班被大面积的取消，影响了很多美国人的假期返家计划。而让气象专家们意外的是呢，今年竟然没有一个飓风登陆美国本土啊，这是10多年来的第一次。另外，随着一个极地涡旋的南下，在接下来的1周呢，将给美国东南部的2亿多民众带来一场极寒天气。来关注一下。自周六以来，密西根湖沿岸地区的降雪量已积累超过1英尺，整个中西部地区深夜持续降雪，许多地区降雪量到周日时已达到6至12英寸。芝加哥周日上午的暴雪积雪超过8.5英寸，风速一度达到每小时35英里，道路能见度变得很低，开车上路非常危险。航空交通同样受到严重影响。根据 FlightAware 的资料，周日全美有超过1600架次航班延误，另有488架次被取消。其中，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爱荷华州首府迪蒙传出一起事故，一架达美航空的班机因跑道结冰而滑出了跑道，所幸无人受伤。整个中西部地区发生了多起与灾害天气相关的车祸。印第安纳州州警表示，上周六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南部的70号洲际公路上发生了一起45辆车连环相撞的车祸，导致该路段一度被关闭。在这波冬季风暴逐渐远离美国大陆之后，一个新的风暴系统将于周一形成，并将在周二席卷美国东海岸，给大西洋中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大雪，同时给东南部带来暴雨。气象专家预测，纽约州下哈德逊河谷地区本周二可能会降下3至5英寸的雪，新泽西州西北部则可能出现1至3英寸的降雪。同时，极地涡旋预计本周开始南下，届时将给全美国约2.35亿人口带来冰度以下的低温天气。整体来说，今年的风暴数量比去年明显减少。虽然美国今年没有飓风登陆，但依然出现了好几次严重风暴和洪水事件，导致数千户居民被迫撤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上周六晚，北加州的斯托克顿市的一个家庭聚会竟然酿成悲剧。聚会现场当晚爆发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5人中弹，其中包括3名儿童和1名成人不幸身亡。枪手目前依然在逃。当地时间周六下午6点左右，警方接获报案，在斯托克顿路希尔大道1900号街区附近发生枪击案。随后，斯托克顿市副市长杰森·里在脸书上表示，这起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在一名小女孩的生日派对上。经警方确认，约有15人遭到枪击，年龄在8至22岁之间，有11人住院，4人不幸丧生。目前警方仍在搜查嫌犯。据案发现场的邻居透露，当时的枪声从不同的方向传来，现场一度陷入混乱。执法单位也表示，涉案的可能不止1名枪手。初步判断，这起事件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攻击。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线索的民众可以拨打 Crime Stoppers 热线，可以匿名提供线索。如果线索能帮助逮捕嫌犯，将获得25000美元的奖金。这起案件由圣华金县警长办公室主导调查。圣华金县长期以来被列为加州最危险的县之一，犯罪问题相当严重。据警方记录显示，不包括这起最新的大规模枪击案，斯托克顿市在今年已经发生了34起凶杀案。圣华金县地方检察官弗里塔斯表示，市府将动用检察官办公室的全部资源来追查凶手责任，并强调孩童不应该成为枪支泛滥或帮派暴力的牺牲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美中贸易战目前进入休战期，但是中国的制造业11月依然处于萎缩状态，各项指数都在荣枯线之下，国内的需求持续疲软，这也为中国企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近日，私人机构与中共官方统计数据都显示，11月中国制造业下滑，国内需求低迷。由金融公司标普全球编制的 Rating Dog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
从10月份的50.6降到11月的49.9。采购经纪人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为收缩。Rating Dog 表示，虽然来自海外的新订单开始增加，但上月中国制造业产业增长陷入停滞，新订单也接近停滞，这是自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状况首次恶化。前一天，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 PMI 连续第8个月萎缩，虽略有改善，但连续下滑的天数创新高。同时，服务业也在降温，商业活动指数从 50.2% 下降到 49.5%。不过，中共一向美化经济数据，真实情况可能更加惨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周一，比特币价格一路下走，在跌破了9万美元之后呢，继续下跌，一口气跌穿了8.5万美元，创下7个多月来的最低点。好，下面是今天的财经快报。伴随着感恩节和黑五之后的另一个网络销售日——网络星期一的到来，各大商家纷纷推出最大的网购优惠，最高折扣达6折以上。据估计，周一当天的网购总花费将高达1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3%，是全年最大的网购日。美国人在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网购商品总额高达1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1%。今年人工智能驱动的零售网站流量比去年增长了670%。沃尔玛和亚马逊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工具，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推动这一趋势。周一，比特币价格从90389美元一路下走，跌破9万美元之后，再跌穿8.5万美元，仅仅12小时大跌了5000美元。到美东时间周一上午11点，比特币价格下跌6.8%，是7个多月来的最低价，也是1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比特币从今年4月川普总统宣布征收对等关税之后，便一路狂飙，在10月7号飙升到124300美元的最高点之后，便开始暴跌。11月22号一度跌到84200美元。眼下，虚拟货币市场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芯片巨头英伟达周一宣布，已经以每股414.79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Synopsys 总价值20亿美元的股份，目的是为了扩大这两家公司在提升运算速度和发展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合作。消息公布后 ，Synopsys 盘前股价上涨了4%，英伟达股价上涨了1%。Synopsys 主要是提供芯片设计和电子设计自动化服务的公司，跟英伟达是长期合作伙伴。这次签署的协议没有排他性条款，意味着两家公司都可以同时与其他公司合作。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周一股价跌了10%。此前，由于市场对少量空客 A320 飞机金属板面存在的品质问题表示担忧，空客随即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查明了问题根源，并能够控制风险。之后，公司股价触底反弹。然而，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约6000架 A320 飞机被爆出存在软件故障，导致多家航空公司航班延误。周一，空客表示，软件故障跟太阳耀斑有关，公司召回并已经修复了绝大部分 A320 飞机。受此影响，提供这款软件的供应商法国泰雷兹公司的股价周一下跌了2%。黑胡椒不只是桌上的调味料，竟然还是一种效果惊人的天然驱虫利器。稍后呢，咱们就来见识一下黑胡椒是如何成为花园卫士的。黑胡椒是家家户户厨房里都必备的普通的调味料，但是您知道吗？现在越来越多的园艺爱好者开始在自家的花园里撒黑胡椒了。人家可不是直接在菜园子里吃这个新鲜沙拉啊，而是因为黑胡椒不但能够驱赶害虫、对抗真菌，还能让植物变得更加的健康。好，下面就请佳音来说一说。谁能想到，平常撒在牛排上的黑胡椒，到了花园里竟然变成了植物守护者？据英国 Daily Express 的报道，
黑胡椒是一种天然、安全、效果惊人的绿色杀虫剂，尤其是对毛毛虫、松树巨蝇以及美东木枯叶蛾等害虫特别有效。渥太华大学的研究显示，黑胡椒能在24小时内就让害虫失去行动能力，效果甚至超过了部分合成杀虫剂，而且还不会污染土壤，不会伤害其他动物，更不会让昆虫产生抗药性。不仅如此，黑胡椒还具有天然的抗真菌特性，对于湿度高、容易滋生霉菌的温室环境来说，简直就是天然的救星。不但能抑制细菌增长，植物也能吸收其中的有效成分，等于是多了一层保护呢。美国家庭文摘也提到，黑胡椒对付蚜虫特别有效。桃蚜可是全球有名的顽固性害虫。科学期刊 Molecules 2021年的研究显示，黑胡椒油对桃蚜的杀虫率高达80%。黑胡椒杀虫的用法也非常简单，把黑胡椒油与水混合，加一滴温和清洁剂，帮助增加附着力，还能够提高杀虫的效果。然后先在叶片等不显眼处测试一下，视情况再重复使用，尤其是在下雨之后，效果更好。除了蚜虫，蚂蚁也很怕黑胡椒，因为黑胡椒中的胡椒碱会让蚂蚁措手不及。2017年的研究显示，黑胡椒能有效驱赶臭家蚁，只需要把黑胡椒粉撒在蚂蚁活动的区域，或者是用黑胡椒精油混合成喷雾，沿着蚂蚁路径喷洒，它们就会老实离开啦。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不妨试试撒一点黑胡椒，就能让你的花园更安全、更环保，也更美味。哇哦，黑胡椒竟然还是这个花园守护者！正在为病虫害烦恼的朋友们，赶紧来试一试。其实，在许多日常的这个事物中啊，都藏着意想不到的妙用啊。您还有哪些有趣的小妙招？也欢迎您在今天节目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好，感谢佳音，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